全球发达国家中，只有2个国家人口过亿。中国如果成为发达国家，意味着什么？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要多久？我先说答案。以中国的体量，一旦成为发达国家，就意味着美元霸权已经瓦解了，或者换种说法，美元霸权不瓦解，我们绝没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。中国绝对不是闷着头做事情就能成为发达国家，而是未来10年，我们每走一步，都将深刻的影响全球局势。因为中国一旦成为发达国家，整个世界都将改写。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规则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什么是发达国家？到现在，全球一共只有37个公认的发达国家：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瑞士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希腊、丹麦、瑞典、芬兰、挪威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马耳他、冰岛、斯洛文尼亚、奥地利、爱尔兰、塞浦路斯、以色列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波兰、匈牙利、圣马力诺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卢森堡。我们要想清楚，在发达国家中，人口过亿的大国只有2个，一个是美国 3.2 亿人口，一个是日本 1.26 亿人口。事实上，日本在全球多数国家的视野中已经算是大国了，因为全球只有13个国家人口超过了1亿，能超过日本人口规模的国家只有10个，其他的36个发达国家中都是中小型国家，而多数都是小型国家，比如100万级人口的芬兰530万，挪威472万，丹麦582万，立陶宛279万，还有很多的是袖珍型国家，人口10万级别的，如卢森堡人口60万，一个深圳市可以顶20到30个卢森堡的国家级人口，如冰岛人口34万，一个上海市可以顶80个冰岛国家级人口，还有更小的，如圣马力诺3万人口，中国国家电网90万员工，相当于30个圣马力诺，中石油150万员工。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中国心生恐惧？因为中国想成为发达国家，而现在全球35个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只有 8.6 亿，而中国有14亿人口。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贫困国家，对地球无足轻重，但中国不同，当中国成为发达国家，其他国家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吗？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人均经济总量达到3万美元左右，中国达成标准，即达到42万亿美元经济总量。全球2020年的经济总量为 99.67 万亿美元，中国将占全球总量的 42%， 几乎占到了一半。当然，你会说，中国 GDP 在增长，全球 GDP 也在增长，但是很明显，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。因为全球总共只有87亿人，市场并不是无限大的。想让经济总量增长，就必须要有产业进行支撑。任何产业的市场都是有限的，全球各国往往会此消彼长。比如中国的造船产业崛起，韩国的造船业就必定要衰退，因为全球船舶的需求量不可能是无限增长的，而是相对稳定的。比如中国汽车产业崛起，日本的汽车出口必然萎缩，因为全球汽车需求量也不是无限的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10年，多数国家，尤其西方国家的 GDP 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或停滞不前。2020年，甚至欧美国家出现集体倒退。2012年全球 GDP 总量75万亿美元，2022年为近100万亿美元，增长25万亿美元。其中，美国从16万亿美元到了25万亿，增加9万亿，增长率 56%。中国从 8.5 万亿到了 18.5 万亿美元，增加10万亿美元，增长率 117%。这意味着过去10年中美两国加起来增长了19万亿美元的 GDP， 贡献了全球增长量的 76%。其他200多个国家的 GDP 加在一起10年间仅增6万亿美元，也就是说去掉中国和美国，全球经济10年增长率只有 9.6%， 平均每年 0.96%。中美两国高速发展，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，共同拿走了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红利。欧日韩在这些新产业上几乎毫无建树，
连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都没有。同时，中国制造横扫全球，美国金融霸权全球吸血，但是慢慢的，美国发现自己割韭菜越来越割不动了，因为产业一旦到了中国，就不可能那么轻易的被美国制裁或者抢劫。而且，中国如果 GDP 总量占到全球的 30% 或 40%， 美元还会是国际货币吗？到时候，中国作为全球绝对的第一经济体，我们还会用美元来计算全球各国家的 GDP 吗？这个时候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失去中国市场，欧美的所有资本将先天不足，谁都不敢承担丢失如此重要市场的损失。中国只需要实现 5% 左右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，就能在2032年达到3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，2038年达到4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。所以，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，必须要遏制中国。奥巴马曾经说过，如果中国人都能过上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只能去吃草。奥巴马说的对不对？美国占据全球大约 5% 的人口，消耗着全球1/3的纸张，1/4的石油，23%的煤炭，以及27%的铝和19%的铜，是全球产生生活垃圾最多的国家。但是美国大部分都是虚拟经济，对全球没有贡献，年年滥发货币都是逆差，用美元在买全世界的财富。中国如果成为发达国家，美国这样奢侈浪费的日子自然是过不下去了，因为资源并不是无限增长的，市场并不是无限大的。美国不想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所谓发达和不发达都是对比出来的，发达国家必定是在全球的金字塔顶端。现在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是 8.6 亿，也就是全球的 10% 的人口。一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，仅仅我们一个国家就是全球 17%， 发达国家的人口翻了4番，这可能吗？那么原来的 8.6 亿人还能过上优越的生活吗？这就好像一个班，你可能说前 10% 是尖子生，你不可能说前 30% 都是尖子生，那要么乱套了，要么尖子生贬值了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，这是对的。问题就在于，既然感受到了压力，那就好好发展自己的工业与科技，让中国无法超越。可惜美国不是这么想的，美国的价值观是比烂，因为无论比聪明才智还是比努力奋斗，美国都没办法和中国比。所以美国就说我不想学好，我就让你们都好不了。美国考试是60分，他看到中国考了59分，他很着急。他想的不是怎么把自己提高到80分，而想的是怎么围堵和遏制中国，让中国无法超过60分。所以不打破美国的封锁与围堵，只要美元霸权还在，中国是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。另一个问题是，中国要创造近40万亿的经济总量，也就是近276万亿人民币，就要想清楚靠什么产业来支撑。很多小国家只需要1-2个产业就足够了，越小的国家越容易成为发达国家。这些小国家往往只需要1-2个产业，甚至1到2个企业就足够成为发达国家了，甚至他们不需要成为科技强国，作为农业国或资源国就够了。比如卢森堡第一大企业是阿塞洛尔米塔尔钢铁集团，年销售额为790亿美元，整个卢森堡就60万人口，光靠这个钢铁公司，卢森堡就能成为发达国家。再比如冰岛，旅游一年创造42亿美元，渔业一年创造21亿美元，冰岛总共37万人，有这2个产业，冰岛人均 GDP 就能达到 1.7 万美元的人均 GDP， 随便搞点别的餐饮服务什么的，就能成为发达国家。比如芬兰，森林覆盖率全球第一，人均达到了恐怖的 4.2 公顷，仅仅依靠森林工业，2022年创造的产值为260亿美元。你是不是觉得260亿美元不多？芬兰总人口530万，森林产业就能给芬兰贡献近5000美元的人均 GDP。比如澳大利亚，2022年铁矿石出口就达到了1670亿美元。澳大利亚总共2500万人口，相当于光一个铁矿石出口。澳大利亚哪怕躺平，其他所有产业都不干了，就能给每个人贡献6600美元。但是对于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，
显然是不行的，需要无数产业的支撑，才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。新能源、家电、造船、建筑、通讯、汽车，这些还不够。芯片、大飞机、发动机、工业母机，这些需要全面突破，或者我简单点说，我们至少需要30个苹果或者空中客车这样级别的科技公司，否则我们就拿不到高利润；30个爱马仕或者香奈儿这样级别的奢侈品公司，否则我们就只能做代工。同时，我们要掌握全球的定价权，而不是我们买什么什么贵，卖什么什么便宜，至少要达到以上3个条件，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。那么，怎么达成这些条件呢？事实上，正常发展也就是5年时间也就够了。但是美国就不可能让我们正常发展。华为作为中国科技的代表，2020年销售额8914亿人民币。根据这个趋势，只需要6年时间就能超过苹果。但美国随即对华为进行围堵和打压，让华为面临巨大的压力。苹果可以依托全球供应链，而华为只能依托中国的供应链。而奢侈品企业呢，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个不突破，美西方集团贴一个耐克的标，就能赚100块。我们做一双鞋子赚3块钱，现在中国一家奢侈品企业都没有。全球近2万亿美元奢侈品市场的份额，加上全球娱乐、文化、电影产业等16万亿文化产业市场的份额，我们能赚到的钱几乎没有或少的可怜。因为美西方集团长期妖魔化和污名化中国，中国不突破这个困境，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品牌力。接着说国际话语权，大宗商品的价格我们没有定价权，就是我们买什么什么贵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最高峰时1042元每吨，成本只需要220元每吨。挖1吨铁矿石，澳大利亚赚800元。我们拿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炼钢，1吨铁矿石能炼 0.4 吨钢，成本是1152元，销售价格为1192元，我们赚40元。也就是说，澳大利亚到矿上随便跑赚800块，我们费老鼻子劲修建钢铁厂、冶炼中心，经过漫长的程序把钢铁炼出来，赚40块。所以为什么美西方集团，也就是发达国家可以那么轻松的赚钱还不累呢？因为他们卖芯片卖专利是 47% 的毛利，我们卖手机毛利是 10%， 他们挣的是我们的近5倍。他们卖 logo， 我们卖劳动力，他们挣的是我们的30倍。他们掌握话语权和定价权，在同一产业链上，销售利润是我们的20倍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劳动，甚至付出少得多的劳动，他们是我们4到30倍的收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。综上所述，不击溃美国的霸权，破除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与封锁，不建立中国的话语权与影响力，不改变美西方集团的金融秩序与国际定价权，中国就没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你怎么老关注全球局势，不关注中国呢？我们还没成为发达国家，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呢。看到这话我都笑了。全球哪一个发达国家是闭关锁国，靠内循环做成发达国家的？300年前，盎撒集团依靠做海盗、做奴隶贩子，全球烧杀抢掠，依靠全球的殖民体系，才让自己成为了发达国家。80年前，美国依靠在全球建立的金融体系，树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，才能够无限割韭菜薅羊毛，才能够在每年财政入不敷出、年年亏空的前提下，依然滥发美元来购买全球财富，享受奢靡的生活。而中国在20年前进入全球分工体系，和平崛起，中国制造横扫全球，才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未来还想更进一步，整个国际秩序不改变，美元霸权不破灭，我们永远也别想成为发达国家。